核爆后10条辐射区的保命铁律，你学的全是错的。第1条不是穿防护服。当蘑菇云升起，死亡的尘埃开始飘落，躲进冰箱，全身涂满碘酒。电影里教给你的全是致命的谎言。在核辐射面前，1秒钟的错误决策就意味着生与死的差别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条核爆后辐射区的保命铁律，全是颠覆你认知的硬核科学。第10名，别指望普通口罩或防毒面具。你那个顶级的 N95 工业级的防毒面具，在真正的核辐射面前，脆弱的就像一层窗户纸。听好了，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过滤空气，防止你把那些要命的放射性尘埃给吸进肺里，这叫防止内照射。但是，对于像伽马射线这种能穿透墙壁的隐形死身，你的面具根本就是个摆设。辐射会直接穿过它，穿过你的皮肤，穿过你的骨骼。第9名，不要开车逃离。核爆发生后，你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跳上车逃跑，但这恰恰是最愚蠢的选择。首先，核爆产生的电磁脉冲 EMP 极有可能在瞬间烧毁现代汽车脆弱的电子系统，让你的座驾变成一个动弹不得的铁皮棺材。即便你的车侥幸还能启动，随之而来的将是史无前例的大堵车。所有人都会和你一样涌上街头，最终你会被死死地堵在暴露且极度危险的道路上，动弹不得。第8名，碘片不是防辐射神药。将碘片视为防辐射神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误解。它的作用有且仅有一个，让你的甲状腺预先吸收满稳定的碘，从而阻止其后续吸收空气中放射性的碘131，仅此而已。对于其他更危险的放射性物质，如铯137、铯90，以及能穿透一切的伽马射线外照射，碘片完全无效。它保护不了你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。此外，它必须在接触放射性碘的极短时间内服用才有意义，滥用反而有害。第7名，风向决定生死。放射性尘埃是核爆后最主要的、影响范围最广的杀伤源，它会随着高空和地面的风向飘散。处在核爆点的下风口方向就是最危险的死亡地带。在你选择躲避方向或撤离路线时，必须第一时间判断风向，看烟、看旗帜、看树叶，并尽一切可能向上风口或侧风口方向移动。第6名，食物只吃密封包装的。所有暴露在外的食物，无论是菜园里的蔬菜、树上的水果，还是没有严格密封的粮食，都会被放射性尘埃污染，绝对不要食用。你只能吃那些在核爆发生时储存在完好无损的密封的金属罐头、玻璃瓶或厚实的塑料包装内的食物。先用湿布清洁包装外部，再打开食用。第5名，彻底清洁是第2生命。一旦暴露在户外，你的衣物、皮肤和头发都可能沾染上放射性尘埃，它们会持续对你造成辐射伤害，并有被吸入或食入的风险。因此，必须进行彻底的去污程序。第1步，小心脱掉所有外层衣物，立即放入塑料袋中密封，并将其放置在远离生活区的地方。这个简单的步骤可以去除高达90%的放射性污染物。第2步，用清水和湿毛巾从上到下轻轻冲洗或擦拭所有暴露的皮肤和头发，避免污染扩散。第3步，轻轻擤鼻子，用清水漱口后吐掉，以清除呼吸道内的残留尘埃。第4名，利用屏障。要抵御穿透性极强的伽马射线，有效的物理防护需遵循3大黄金法则：密度、厚度和距离。首先，屏障的密度越高，防护效果越好，其优先级顺序依次为铅、钢铁、混凝土、砖块、土壤、水，直至木材。接着是厚度，这玩意儿的效果是按指数叠加的，1堵墙能挡1半，2堵墙就能挡掉3/4，厚度翻倍，安全感翻无数倍。最后，也是上帝送给你最好的防护服距离。根据平方反比定律，你与放射源的距离每增加1倍，受到的辐射剂量便会锐减至原来的1/4。所以，看懂了吗？你终极的保命地点就在于寻找或建造一个尽可能深处地下、有尽可能厚实的高密度材料如混凝土覆盖的避难所。第3名，躲避至少48至72小时。这是在核爆后最重要的行动原则，就近寻找最佳掩体，并待在里面，不要出来。核爆后最初的几个小时到几天，是放射性尘埃强度最高、最致命的时期。辐射强度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指数级衰减。最初的48至72小时，待在一个坚固的掩体内，可以让你避开超过90%的致命辐射。不要因为恐慌或觉得安全了就轻易跑出去。耐心是此刻最宝贵的品质。
第2名，别喝瓶装水外的任何水源。核爆后，所有的地表水源、河流、湖泊和市政供水系统都极有可能受到放射性尘埃的严重污染。这些污染物肉眼看不见，煮沸也无法去除。饮用被污染的水，等于是直接将放射性物质吞进肚子里。在确认安全之前，你唯一可以信赖的只有密封完好的瓶装水、罐装饮料。第1名，立刻趴下并寻找遮挡。核爆的瞬时杀伤主要来自足以致盲烧伤的光热辐射，摧毁一切的冲击波以及高能的瞬时核辐射。从看到闪光到冲击波抵达，你可能只有短短几秒，根本没有时间跑到理想的掩体。你唯一的机会就是在周身1米范围内做出最快反应，立刻面朝下趴倒，并尽可能躲在任何坚固的物体后或凹陷处，哪怕只是一道沟渠或路边的台阶，任何能挡住直线光热的东西都有用。趴下时，双手交叉护住后脑和颈椎，闭紧眼睛，微微张嘴，以平衡冲击波的内外压力差，保护耳膜和内脏。至于电影里主角站着凝视蘑菇云的场景，纯属艺术加工。在现实中，那样做的人会在冲击波到达前就被严重烧伤，然后被撕成碎片。好了，今天讨论的这10条铁律，哪一条最颠覆你的固有认知？你是否也曾相信过那些电影里的谎言？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重要的警示和科普价值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你所有关心的人。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